哎，你不知道不知火舞那个梗吗？什么梗啊？就是他那个语音非常的搞笑啊，嘎嘎的来谁？然后那个就是有个男的在公交车上喊什么安利，他憋不住了。我的 iPhone 15T， 我的一加还有93的电我操！疯了吧你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啊！这一期万众瞩目的一加15T 终于登场了呀！哎，这是我们最强小屏系列吗？这第几期啊？我不知道，你问我呀。啊，那我更不知道了呀。好吧。今天呢，为大家挑选两台非常强劲的对手啊！你是什么？非常著名的国际大厂了，iPhone 17E A19 的处理器，热力到4000左右的电池。哎，4000的电池也不算割吧？这个比上代是提升的，但是这个60的屏幕以及刘海屏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。单摄就不说了，上一代也是这样。好嘞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安卓之光的三星 S26啊，4000多的电池吧。然后光在哪里啊？光在祖传的摄像头，祖传的4000毫安电池。没有，摄像头还砍了一点点。祖宗之法变了呀！哎，骁龙8 Elite Gen 5 For Galaxy， 非常的牛逼啊！好屌哦！台面拉满了呀！怎么说啊？两台手机电池加起来还不如我这个一加15T 大。哎呸！真的吗？哎呀，忘了，大的不多，大的不多。我这一加15T呢是7500毫安时的电池呢，然后是6.3英寸的小屏，也是骁龙8 E5的处理器。但是我有一个165赫兹的屏幕啊，所以说用起来是非常的爽啊。那它不还有那个什么防窥？哦，你没哦，不好意思，那你大哥。那是老丑的手大哥，得加钱。好嘞。另外一个呢，今天是一个比较阴的天气啊，所以它的亮度呢跟你一样呗。那倒没有了，它的这个户外亮度呢也不会特别高啊。我希望你们在游戏方面有所建树，好吧？啊，你希望他在游戏上面有所建树啊？那肯定是个不公平的对比了，毕竟最高只有60嘛。OK， 两台手机啊，看看能不能耗掉我一半电量，好吧？好。你们这两个国际大厂，国外的日子很舒服吗？那确实啊，卖的比你好吧？你也别说他们了，好吧？你今年这个价格，比肩国际大厂，这大电池够你们喝一壶的了。USB 2.0也够我们喝一壶的了。哎，不提。相关的设置及流程，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测试吧，先来打王者荣耀啊！咱们这一代17E也是好起来呀，10体卡加上 eSIM， 但是办 eSIM 又太麻烦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用全程联通单卡，3台手机都是一样的。这还要迁就你呢？你就说 eSIM 是不是好文明吧？那你去用啊，你怎么又说它麻烦呢？那我觉得麻烦。我这台一加15T 呢是能够开一个极高加自定义最高的帧率啊。你为什么没有开极致呢？为什么没有开呢？是因为旁边这个国际大厂只能开120帧啊。因为我们国际大厂的屏幕都是统一的120赫兹，知道吗？但是你有一点比较好，就是其他配置都是跟我一样，自定义也是最高。对，是的。还有一台呢？我台屏幕最高就只有60帧了，其他也能拉到最高，反正60帧也就这样了吧。也是这样了。尽力了，只能这样。 60啊，那今天不管你了，不管你了，赶紧开打吧。就是今天完全不理你，好吧？开打。OK， 现在我来看一下亮度，这3台手机现在亮度差不太多吧？右边的 iPhone 显得会稍微亮一点，但是60赫兹的屏幕。一点。我听台扬声器啊，我的音量开到了50%，但是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啊。你只能听到他们两个的声音。对。所以你今天是最小的。不见得。怎么就不见得呢？那我就把音量再往上调到60%吧。对了，我觉得 iPhone 是默认进入到游戏模式的，就这样吧。我听你在骂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调设置，我在为我们的节目做准备，结果呢，这个射手就出言不逊，说是我不帮他忙。问题是，他顶着一个对抗路跟一个打野上去了，4级的射手，我怎么帮？我连大招都没有，我很绝望呀。那是打野，不是射手。啊，射手在你右边。猜就是猜嘛，你搁这。操能打野吗？我现在把音量开到了70%，才勉强跟上2位国际大厂的脚步啊。确实，我在中间听就感觉是左右声到中间没声的。我觉得开到80就太……你今天没有声音了，你不要说话了，你一开始那么嚣张，好吧？好。我在尽力的不杀生，马上要结束了，才打了10分钟。你们为什么高手不在就
赢得更快了，怎么就赢得更快呢？本来就是，你看不到10分钟塔要推了，水晶要推掉了。啊，就高手不在，你们还厉害一点是吧？进度加快了，对吧？打了11分钟就结束了，60帧太轻松了吧？好吧。我们2台一加跟3星啊，在游戏中没有任何问题，非常的舒服。我们接下来就打10v10吧，5v5就抛弃了。第二把这个亮度呢，就感觉中间的一加会稍暗一点点，其他2台会稍亮一点点啊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。啊，现在不说话了，调一开始度保守很嚣张啊。第2把王者10v10打了大概7分钟左右啊，然后3台手机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但是呢，你们这也太短了吧，2把才18、9分钟啊！哎，那实力比较强，没有高手，我们这个上分路是非常的顺畅啊。18、9什么？你60赫兹不要说话。再打一把。怎么这么快啊？今天？哎，你不知道不知火舞那个梗吗？什么梗啊？就是他那个语音非常的搞笑啊，嘎嘎的来谁？然后那个有个视频，就是有个男的在公交车上喊什么艾丽，他憋不住了，难受死了。我觉得我有点遮遮不住了。你每天在看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人？家鲁班10杀了10杀。 12杀。太牛逼了！神秘鲁班在10v10模式连杀对面12人，我本来都放弃了，我说给我们的游戏腾点时间好吧，结果他直接连杀12人，赌在水星杀呀，我靠，太爽了。第2把游戏打了12分钟不到，3台手机了。这是第3把了。哦，第3把游戏打了12分钟不到，3台手机依旧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3把王者荣耀一共打了接近30分钟吧。我的 iPhone 11还有90的电。我的 iPhone 15T，等一下，你这个传输是4G 啊？不知道，为什么是4G 啊刚刚还是5G 啊。这信号很好哎，为什么是4G 啊？咱也不来看一知道下啊，好恐怖啊！我的一加还有93的电，我操！疯了吧你？你在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要不要给你推个 VIP 的精吃神点药好不好？我的3星还有88的电。怎么只有88了呀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测一下信号吧。我也不4G，我开出一下飞行模式看看。OK， 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，然后3台手机呢都是联通的单卡5G。我们现在来点击一下发送，3、2、1点。好的，中间的一加是没有导出的，都是差不多时间拍完的。OK， 一加15T 已经发完爆了。杀了，兄弟们！真的就是爆杀了。然后3台手机的屏幕亮度呢，我们都是开关过的啊，重新开关过了。你这个1加15的屏幕怎么这么黄啊？原彩嘛，最慢的是 iPhone 啊，然后 iPhone 发还是发的挺快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准备来下载一个 B 站的视频啊，我们自己的3台手机全都是663兆啊，来吧，还是联通的5G 网，点，好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没办法，因为 iPhone 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下不到一样的东西啊，只有这个才能够下得到差不多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吧，我们把 iPhone 踢出去，然后其他2台再试一次啊。这没区别啊，有什么区别啊？我们下载一个英雄联盟手游的安装包啊，显示有一点点区别了，然后 iPhone 就在旁边就休息了，好吧？因为它会跳转 App Store 嘛。好，我们直接3、2、1点。现在3星会稍微领先一点哦，又是势均力敌吧？就没什么大区别。哎，一加还快一点 ，OK。我们现在准备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去我们中午吃饭的地方了。来吧，开始啊！哎，你现在这个亮度是比较高的，一加还是比较低一点啊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把3台手机全都对着天了啊。这个中间的一加15T 还是比较暗，你看一下它的亮度有没有拉满？你拉满？好像有变化吗？没变化吗？肯定也没什么变化，大家可以看到吧？左边是3星啊，中间是一加15T，右边是 iPhone 17E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这个还是一如既往的保守。你这个最高也只有这么高了呀！你看3星这边显得是非常亮的呀，而且它那个抗反确实也还可以啊。真的有点拉了。就是现在我们今天是个阴天啊，对着天呢，它也是这这么个情况。大，不应该呀。现在导航让我们直行了，但是我们故意往左转了。我们走吧。就是走你最喜欢的西边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往前走了10多米的时候，3台手机的实时位置修正了，现在走了差不多有40-50米。只有这个左边的3星啊，它还没有规划呀，其他2台都规划了呀，但是都是校回走的啊。但是又一直往前走的备选路线啊。那你3星准呐？哎呀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韩宝走了之后也是，你们2个在这呢。什么叫也是啊？就是
为什么每就是什么次往前走，就是有一种你不要乱说传承的好吧关系，好吧？不要乱相亲说。相爱一家人。我这你不是一家人。啊，已经收不到他麦克风的声了。我们往前走吧。我们俩往前走了又不到10米，切换成继续往西走的路线了，非常的正我确。已经看到这个麦克风又能收到它的声音了。你看这个三星到那儿还没有规划的，然后这2个已经又规划了一次了。一家人，这条路我们刚刚都已经走完了啊，三星一直没有规划路线。我们第一次碰到这条路完全不规划的，朋友们，有点太夸张了，我是觉得。干嘛呢？就硬要我回去是吧？我真会回去。我们刚走的时候发现3台手机的照对地图适配有点问题，就是这个陀螺仪可能会有点延迟。现在在这儿好了。一加和苹果过了路口没有10米，他们的路线都切换了。 OK，然后三星依旧没有动静，但是现在屏幕好亮，莫名其妙的啊！一加这个屏幕还是有点小暗的，其实我三星从那边转弯之后的位置定位一直是对的，但是它路线一直不规划，就是从来不规划，但定位是对的。很倔强啊。就有什么用呢？定位是对的，路是错的。找到了自己的定位，但是唱歌吗路线一直是错的。我们又过了一个路口啊，一加和 iPhone 的实时位置和规划路线依然是非常准确啊，就在我们现在的位置上。其实也没有，你们是在路上的，稍微偏差一点稍微偏点。差一点。但是三星这个就非常夸张，它从头到尾就没有规划过，这样子好不好？你虽然屏幕亮，但是你现在把导航退出，重新进一次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重新开始导航啊，退出导航。退出导航，OK。好，我们现在来，好，重新进入。好，现在的哦，它现在位置是对的了，我们重新进了一次啊，朋友们。怎么这个方向又不对了呢？那方向对，现在指的方向是不对的。就三星的方向是不对的，另外2个的方向是对，的。另外2台方向是 OK 的啊。我们在这里等红灯呀，发现3台手机好像都没有虚中行走的问题啊。确实都停在了差不多就是270多、280的这个样子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都没有动 ，OK，但3台手机怎么都在十字路口中间呢？都不准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一加确实这个亮度有点太低了呀，它自己就是不拉满的，看到了吗？给它拉满，没有变化。你们知道那种什么刹车还有什么油门的那种虚位吗？这就是虚位。哎，我无语了。过完路口了，现在3台手机实时位置都还可以，但是怎么好像下雨了？我们赶紧上去调理一下吧。赶紧去调，赶紧去调。好大的雨啊！啊，我们从那个马路边上到了这个调理的地方来了啊。这个3台手机的位置都还是在马路上面，没有到这个调理来。啊，就是都没有到正确的位置。调理失败。 OK， 都没有啊。导航了37分钟啊，这个 iPhone 跟一加的表现是比较类似的。然后呢，路线规划还有这个实时位置都是比较准确，相对吧啊。但是呢，亮度偷的太多了啊！现在还有88的电，我觉得你导了这么久的航，只掉了3%的胜电啊！之非常不为啊！你一天导航等于是可以导20个小时啊！刚刚有人说可以导1天，不是我说的，你说会很累，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说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我没有证据，但我不是我有说的人证，我们3个人我们都证听到了。没用。现在 iPhone 还有76的电，一加还有88的电。三星就非常的贴心啊，就不能导1天，知道吗？只有74的电了，而且73了，又掉了1个。啊，然后在导航的过程中呢，就是一直不重新规划路线，导致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导航。实时定位置是对的，好想导跟能导还是有区别的，知道吧？3台手机照到地图导航的陀螺仪感觉适配有点问题，就是视角跟随不是很跟随啊，有的时候好使，有的时候就不好使。刚刚三星还出现了一段时间陀螺仪的指向不对啊，我指的正北，它朝着西边。东边哦，朝着东边。这么想去西边呢？西天取经嘛。那就送你去西边，好吧？接下来我们去中午吃饭的地方，然后测一下这个信号。你去啊，你吃啊，你吃啊！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信号非常抽象的餐厅里面了，然后现在这3台都是联通的单卡，来打电话吧。哎，一加先通了 iPhone 也通了，三星连不通，哎，没信号了，没了，挂了。我们开关一下飞行模式再试试。不带你玩了吧？还不死心呢？我无语了，它有一点点信号，那是打不入去不管了。我们现在在微信里面发着表情包的试试啊，3、2、1，点。还是只有三星不行哎。对，三星直接就是一个没信号。另外2台既发出去也收到了。这个微博三星也不行啊，那我们就另外2台单独刷新一下吧。来啊！3、2、1，送。刷新成功。哇 ，iPhone 这个环节是我没有想到的，居然还有网。我们再来一遍。3、2、1，送。一加稍快一点点吧。现在抖音里面的话呢，这个三星是没有再出新的东西，但是一加跟 iPhone 都可以出新的东西的。我们再刷一下吧。
他们俩都没什么问题啊，感觉。等一下评论区看看。3、2、1点，还是一加会稍微快一点。对，那三星在这里就拉完了呀，什么都干不了，什么都没干完成。了。Samsung for Galaxy is over， 全程没有一点信号，电话也打不出来吧？电话也打不出去，微信也刷不到，微博也刷不了，抖音也刷不了，还有什么用啊 ？iPhone 跟一加两者势均力敌，只能说一加略快一点点。还有一个人呢，哦，喝水去了。啊，吃饱了。你怎么从厕所里面出来开始吃了呢？不知道从哪出来的。你刚从厕所里面出来，你不知道从哪弄的？我只能说，刚刚在马桶里面好像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的袋子呀。我们现在到地下车库，准备来扫一下墙上的二维码啊，这个停车付款码都是微信，3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4G 网。3、2、1，走开。这个 iPhone 这里好像有点反光啊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我们重新来一遍吧。走。OK。哦 ，iPhone 还是比较快一点的啊。三星跟一加差不多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5到6米的样子了。好，来吧。OK。往前走吧。哎 ，iPhone 放大了。OK， 三星也放大了，都放大了。好，三星第一个扫出来了。OK。哦 ，iPhone 一加 OK， 他们都在这个位置可以扫出来，大概离那个二维码还有不到3米吧，2米多的位置啊。忘带我们那张二维码了，我们带你去吃饭吧。刚刚不是才吃过吗？好饿呀！我们准备打金刚铲了 ，iPhone 只能60超清加极高的画质。那你肯定只能60了嘛？那不然呢？至臻都没有啊。三星也只适配了60超清极高，也没有至臻。你这个国际大厂就是舒服呀啊！一加呢？一加是最高120赫兹加最高的至臻画质啊。但是你不是165的屏幕吗？那可能没有适配吧。我们俩的国际大厂最高60，那我们只能60了。我这就120赫兹吧，但是我亮度比较低啊，我们就3个统一一下吧。刚刚进游戏啊，看了一眼帧率，一加15T的帧率只有100帧左右。OK， 现在是98呀，啊101。刚刚我看最低是87。那你要不要开游戏模式啊？你120稳不住啊。开一下吧，开一下吧。刚刚开过游戏模式，我的一加呢帧率没有任何变化。现在还是95帧啊，96帧就是没什么变化，因为我们又打了一会儿啊。紧急插播，这个一加15T呢是我们的粉丝借给我们的呀，也就是上来借给我们小米17 Pro 那一台的粉丝，万分感谢啊！打了一会儿啊，我的一加15T呢帧率没有变化，但是后盖有点烫呀。摸了一下三星之后呢，是比它要热的一些，所以就把壳摘了，看它的帧率会不会上升。你 iPhone 呢烫不烫？完全没有感觉，好吧？好你60赫兹嘞？60赫兹怎么烫啊？我已经阵亡了呀。然后呢，帧率其实跟刚才是没有什么变化的，最低可能到了个75，但还是在90帧左右浮动。然后摸了一下边框啊，非常的烫啊。现在打的也有快半个小时了吧？就顶部这一块比较烫。然后比 iPhone 17E 要稍微热一点点，然后你这个呢？温热吧，我现在。对，是感觉三星是没有 iPhone 热的，我这最热的，毕竟我负载比较高嘛。这把游戏打了33分钟，我的 iPhone 在最后的将近10分钟左右，机身的这个部位挺烫的。我感觉最后人多了，它可能都没有保持住60帧，可能就连60帧40、50帧的晃嘛，特效太多了嘛。我的一加15T呢，在没有开启游戏模式之前，帧率是100帧左右浮动，然后开启之后呢，也是100帧。直到游戏结束啊，就是在70到90帧来回波动，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吧。三星呢一直是55到60帧左右，然后机身呢是有点温热的，然后主要是顶上这个边框这里，我现在还有56的电，一加还有73的电。iPhone 是55的电啊！你看每一次金铲铲之后呢，这个三星都能够反超一下 iPhone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手机交给大师拍点照片吧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吃饭之前还是由我来拍一下菜的照片啊。其他的都是默认的，我们就用1倍和2倍了吧，因为他们的镜头无论是数量还是焦段那些都不太一样啊。等一下，朋友们，这个三星出现了拉风箱的情况啊。刚刚1倍的时候啊，它这个画面在抽搐啊，但是一加是没有这个情况的。OK，iPhone 还是感觉会比较素一点的，像1倍的，我觉得一加还是可以的。今天还是一个暖色的灯打在这些盘子上，盘子的周边应该是有点泛黄色的，但是 iPhone 我看上去就感觉它的盘子还是非常白的，比较蓝。这个菜的颜色我感觉也是有点不太准确的啊，而且也不是特别的好看。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真实吧，但其实也不是很真实啊。三星的颜色其实会相对于 iPhone 来说会准一点的，是比较符合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情况的。尤其这个鸡蛋吧，我觉得它还原的是挺准确的。一加的话它就没有那么的准了，
它整个是往好看走的，感觉照片会比较鲜亮一点。这才能拍出来，其实感觉三星的颜色是比较准确的。但是好看的话，大家就选自己喜欢的就行了。要我选的话，我可能会选三星啊。要不要设下长焦微距呢？你觉得？没什么必要了吧？因为就是三星跟一加应该都没有啊，有点试不出来。那就不是了吧？就不是了吧？一加大概就是这个情况，大概就是这么远吧，可能30多厘米。我们吃饭的时候呢，就看一下 B 站的1080P 原画的直播呀，并且3台手机把亮度都统一了。看完30分钟 B 站的1080P 原画直播了呀，这个 iPhone 现在还有48的电，一加还有69的电，三星还有47的电。 OK，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坐地铁前往南门口，然后途中刷刷信息流，看他们的表现吧。你在干什么呀？搞商务是吧？我在开发票呢，这饭不能白吃啊！这人刚才吃饭的时候一直攻城略地，玩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皇室战争是吧？部落冲突哦，对对对。哎，这里不是广子啊，这里不是广子啊。你不是个星号吗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信号啊，怎么了？就怎么也这样呢？养得很快啊。你就是正常发挥了啊，优良传统。什么叫正常发挥啊？我刚刚从电梯里出来，等了10来秒，它还是无服务啊。现在终于恢复到5G 了。这不是单卡 iPhone 说信号很好吗？其他2台怎么没看到出现呢？ iPhone 配联通吗？我们已经上地铁了，刷了10分钟的抖音了，现在换了小红书。你的小红书可真健康的，为什么感觉有点卡呀60G 啊？那不是，你这个加载感觉也有点差嘞。你加载明显感觉要好一点啊。怎么回事 ？iPhone 怎么回事60G。这个不是60G，这是网的问题。肯定是60G的问题。刷完10分钟的小红书了，现在换淘宝了，朋友们。淘宝这个号是我自己的啊，是我很真诚。小红书和抖音的号呢，你千万别刷出来什么别的东西了啊！刷不出来，刷不出来是吧？刷不出来，随便看，这么自信？很自信。刷完30分钟信息流了呀，我们来看一下电量吧。我的一加15T 还有65的电。iPhone 是39，三星是40的电。啊，那你还是比较多一点啊。现在是下午的3点12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3小时23分钟手机了。但是呢，我的这个 OPPO 呢，它没有记录桌面使用时间。哦，我的一加没有记录桌面使用时间，所以后面给它加个10分钟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步行南门口的巷子，然后看他们的里面的表现吧。什么表现啊？步行轨迹的表现。你说话说清楚一点。哎，好的。好久没有见我们的老朋友了呀，他在哪儿呢？不知道，我们看一下。他不见了。完了，被回收了。完了，他不见了。这走着走着还突然出太阳了呢，怎么说？久违的太阳呀！那天睡过头了，然后呢，错失了一天美好的天气。然后对于我来说呢，长沙这几乎1个多月都在下雨。作为一个北方人来说，痛不欲生，你知道吗？感觉自己活得还不如吸血鬼。你是睡过头了吗？你是根本就没醒啊！哦，根本就没醒。我那天可没睡过头啊。今天最后这一节路就只能够被迫走中间了呀，旁边都在修路啊。怎么说啊？喜不喜欢走中间？如果你在两边的话，那我还是挺愿意的。你喜欢走后门吧？或者你在我下面。我们走了差不多13分钟，看一下3台手机的起点先。起点的位置其实是这台三星是最准的，朋友们，就是它这个位置啊。然后呢，其他2台像一加其实也还可以，但是 iPhone 就显得会比较里面一点了，啊，就稍差一点。而且现在看这个 iPhone 的边框真的好宽哦，好黑哦，没有贴膜啦？没有啊。宽点怎么了？你喜欢宽的是吧？宽点怎么了 ？OK， 接下来是往这个巷子里面走啊。可以看到的就是3台手机其实都有点偏上一点，但是 iPhone 的情况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它后面就到这个箱子里面来了，因为我们中间有往下靠一点啊，但是一加就完全没有这个往下靠的趋势了。像三星这边其实也稍微差一点的啊。接下来是回头路啊，这个请问你在干嘛呢？无穷，什么意思啊？无穷大。画了个8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加这边稍差一点点吧，因为这有个交错，但实际上还可以啊。像三星这边还是 OK 的，但是也是有一个交错的，反正这2台都会比这个 iPhone 好多了。从回头路出来的这一节呢，是 iPhone 比较在路上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出来之后它就比较 OK 了。其他2台呢，像这个一加会稍微偏上一点，三星就完全到下面去了。你喜欢待在下面是吧？我喜欢穿楼。再拐下来这一节的话，3台手机全都靠上了，没有很大的区别，就都不太行了。OK， 接下来到学校门口，还是 iPhone 会比较准一点，大家看到了吗？
它是会比较在路上一点的，其他2台就都有点偏到上面啊或者里面去了啊。接下来到那个比较崎岖的小巷子里面，这个 iPhone 就是在干嘛呢？它这里多了一条什么东西？下垂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了？恶心！你这个人讲话太恶心下了。垂了，受不了了，它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个很奇怪的轨迹啊，大家看到了吗？一加这边有一个往回走的，就感觉也有点小怪，但是还行。三星这边总体来说会相对来说好一点点啊，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好，就是这里就都有点差。哦，2栋楼之间这个地方就一加最好了，它非常贴合我们实际的路线啊。iPhone 就走着走着往上了，三星就整个在上面在飞檐走壁。我们从2栋楼之间出来的时候 ，iPhone 这种莫名其妙的弧形啊，对，它往外凸了，哎，刚刚下垂，现在往外凸了。那我也不懂了。肿瘤是吧？文庙屏下的前半截3台手机表现都稍微有一点点差呀。后半截的话，3台手机的表现还好了，因为我们也是沿着道路下侧走的。哦，接下来这个路线呢，还是一加会比较准一点，它是比较偏中间的，完全没有出去啊。iPhone 就有点靠下了，然后三星还是有点偏上的。那其实整体的话，一加15T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iPhone 其实也还可以，三星就感觉有点奇怪了，到处飞，对，怎么办呢？你喜欢飞，就飞起来。现在 iPhone 还有33的电啊，现在三星还有32的电，你怎么又比它落后了呢我们2个国际大厂交替领先啊。 ？OK，一加还有63的电呀，那已经领先了1倍了。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杜甫江阁拍点照片吧。刚刚还说出太阳，现在又没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要在这里录像和拍照了。3台手机，分别是1颗、2颗和3颗镜头啊，很抽象啊，影像就不是他们特别重要的部分了。我们先录像啊，可以看到就是都是4K 60帧，没有问题啊。OK 啊，那我们就先试一下三星能不能够切换镜头。现在是它的超广角。OK， 我们拖，开拖。OK， 切了3倍呢。他那个手在那里干什么呀？真的是，我就拍他，他最高是15倍。OK，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。好，回到1倍。一加呢就没辙了，一加就没有超广角了。那我们就从1倍开始拖。而且现在一加这个屏幕真的好暗呢。好，拖 3.5倍。OK， 切了，没问题。这个人真的猥亵。他最高是18倍，他还瞟我呢，看到没？他还瞟我一眼呢。一加感觉拍出来没什么血色啊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切回到1倍。好，现在 iPhone 就不看了啊 ，iPhone 也放一下 ，iPhone 别放了，iPhone 就1颗镜头就这样了。现在我慢慢的向他们走过去啊，单手啊，我们换了一个设备了，看他们防抖怎么样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怎么咸猪手不摸了呀 ？OK， 其实 iPhone 拍出来还是那种比较黄一点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吧，而且感觉有点锐化。一加这个还行吧，但是感觉人会比较偏粉偏白一点啊。三星这个就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了，颜色是比较真实一点的。好，现在我单手这么拿着，慢慢的走转圈，大家看一下他们的防抖啊。多手多脚呢，咸猪手呢，可是。好，今天就太阳没有了，就这么个效果了。现在我离远一点向他们跑过去啊。好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。现在跑着转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谁的防抖好一点。我先从这个屏幕上来看的话，三星的颜色是比较准一点的。我们现在准备用他们前置镜头来录像啊，朋友们。只有中间的一加 1080P 30帧最高了。是人呐，这个就跟他家的一加 Ace 6那种看齐了啊。哎呀，这个感觉有点太拉了。起名叫一加 S 6TT 好吧 OK， 我们开始前置录像了，只有一加是1080P 30帧，其他两都是4K 60帧了。哎，从这个肤色上来看，我觉得是三星那边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苹果这边有点偏蜡黄吧，然后一加这个就有点粉白，但是三星这个我觉得是3台里面视觉感比较好一点的。确实。OK， 那我来测它的防抖情况吧，我先跑了。他直接开跑了。你转一下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吧。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眩光啊。那当然，今天没太阳啊。对，确实。就看一下大家喜欢谁的画面吧。录个1分钟。个人会感觉还是喜欢三星这个，真的。对，三星这个确实感觉什么气色啊这些都比较好一点。嘴唇也比较红红的，你的嘴唇也比较红红的，非常的漂亮。但确实一加这个前置镜头30帧
难说。而且看也不好看。好了，是差不多了，1分钟结束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用3台手机的前置人像模式来自拍一张啊，这个前置效果确实一加是比较差的，它感觉就是那种有点劣质的感觉啊。三星这边就感觉人是比较有润一点的，对，然后 iPhone 这边就是 iPhone 嘛。iPhone 的人像是不能切那个广度的，像三星其实是可以的，它自动识别到我们是多人了。来吧，你喜欢讲这种东西。现在我们用他们的照片模式再拍一下，三星这边跳出来一个提示，为您的自拍选择色调，它默认是自然，那我们就不管了，我们点这个叉啊。iPhone 这边应该是可以缩的啊，它是要手动缩啊，那就把 iPhone 也缩到这个比较广一点的情况了啊。朋友们，我们准备用他们后置的人像模式来拍照啊，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一加依然是没有那个焦段可以选的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是没有的，而且它现在默认的这个焦段，感觉像个3倍啊！你看三星，我打到3倍，还多一点啊！那我们就拍这一张算了吧，好吧 ？iPhone 这边也默认是2倍，然后它有1倍、2倍可以切换的。就一加还是没得切，可能就是它那个3.5倍嘛。我觉得还是三星的会显得好看一点哦。这个一加的取景器上面看着就是感觉非常的糙啊，可能成片会好一些啊。好，我现在换了一个角度，就是让他们稍微朝着光一点啊，再拍一张吧，还是那个3倍了。一加这个怎么说，这个取景框上我都不觉得它好看。朋友们，现在我准备用他们的后置镜头来拍照，这怎么拍呢？就是这个焦段几乎没有办法统一啊。超广角我们就随便拍2张吧，然后长焦我们也就随便拍2张吧，主要就对比那2个有长焦的，好吧？这个 iPhone 是没有长焦的，随便来对比了，就这样吧。我还是先拍人啊，三星这边就显得比较好看了，它那个衣服呢就显得有点偏粉了，但是一加这边的颜色也是显得饱和度比较高的，而且我感觉一加这边的取景框的清晰度是没有三星这边高的。iPhone 就还是典型的 iPhone 嘛，颜色是比较准的了。我其实是比较喜欢三星的，但三星的颜色看着是不准的，它可能成片会好一点。三星跟一加我都用到他们那颗长焦的原生焦段 ，iPhone 我也拖个3倍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就拍他一个人了。还有我们的帅哥，不是帅哥啊，这个一加把你拍的还挺红的，你知道吗？三星这边就是美化你了，把你拍的粉粉的。那是狗路过。你路过了，接下来经典拍一下杜甫江阁啊，只有三星有超广角，其他2台就用1倍赔一张了啊。现在这个其实是有点逆光的呀，这个逆光的情况下，一加的还是比较真实啊，但是它现在屏幕真的有点太暗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屏幕确实在3台手机里面是最暗的，我是感觉看着不是很爽的。大家是可以看到一加取景框上这个杜甫江阁的上面啊，它是比较的，它的层次感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其他2台就显得有点太蓝了，就感觉对比度没有一加这么高啊，乌云的层次不是特别好啊。接下来就到长焦了，又出太阳啦！好，现在就真的是个大逆光了，太阳稍微出了一点了，我感觉3倍的 iPhone 就已经不是很清楚了，一加还有一个7倍啊。我们就不管了，我们直接拖10倍吧，因为三星它下一个就是10倍了 ，iPhone 最高就是10倍哦。那一加这个确实清楚太多了，而且它整个色彩层次是比较好的。iPhone 这边我就不评价了吧。接下来呢，再拍一下这边就是有绿树、绿叶和什么红色的招牌啊，这里就不拍超广角了。大家知道三星只有它有超广角就行了啊。三星在这里的颜色就显得有点饱和度过高了呀，但是比一加这边在屏幕上显得还是好一点。一加这个颜色感觉有点跑偏了，已经，它的那个红色的招牌有点玫红色了。然后它的绿树就显得有点太绿了，因为其实这个现在的叶子还是带一点黄色的呀。iPhone 跟三星其实都还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三星的层次感会更加好一点。不拍2倍了，直接3倍，长焦就拍一下上面这些树，感觉到长焦这个颜色没一个特别准的，但是色彩的层次还是感觉一加会好一点啊。再拍一下我身后啊，就是一些街景，还有远处的大楼啊，依旧1倍起。我觉得一加会显得好看一点。但是你要说真实的话呢，那确实三星是比较真实的啊。但是切到长焦之后又觉得是一加的稍微好一点了。那三星这个长焦确实还是不太行的。iPhone 就不评价了吧，迁就一下这个一加啊，三星跟一加都拉到7倍。我们拍一下这个楼啊，一加这边明显清楚多了呀。OK，iPhone 也有7倍，来吧。那最后 iPhone 赔偿10倍吧，其他2台我也就拖到10倍，不拍字了吧，我拍后面那栋楼吧，还带点树叶进去啊。这个三星到10倍已经可以明显的感受出来有点糊了啊。一加这边还是不错的啊 ，iPhone 这边也就是糊的不行了呀。OK 了，他们的拍照就拍这么多了。刚拍完照，朋友们，三星只有19的电了，它炸了呀。一加还有57呢 ，iPhone 还有24啊。这个三星就感觉除了游戏之外，其他的地方能耗感觉就不如这个 iPhone 了。
那我们在这里打10分钟微视频通话吧。可以看到的就是还是 iPhone 这边会比较清楚一点啊，而且它整个的范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是 iPhone 这边比较广一点啊，它会相对来说广一点点。然后三星这边会相对来说窄一点点吧，它跟一加其实差不太多啊。然后这个颜色上的话呢，就感觉一加还是跟刚刚拍照是一样的，显得会比较惨白一点。然后 iPhone 这边显得还是偏黄，然后会有一些这种美颜的感觉啊。然后三星这边的颜色就比较浓郁了，感觉饱和度是比较高的了。后置的话，一加呢还是颜色不太对的啊，没这么冷，因为现在是有一点点太阳的。iPhone 跟三星还是不错的，三星的颜色会显得比较浓郁一点啊，就整个的层次感都会好一点啊。视野范围这一次是一加会稍微广一点了，它跟 iPhone 差不太多，然后最窄的就是这个三星了啊。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吧，我们打10分钟吧。哎 ，iPhone 这个确实好一点，因为它后面那个云里面，就是那个天空里面，我是可以看得到一点云的。然后其他2台我都有点看不太到了啊，感觉它的那个整个的动态范围是比较好的。朋友们，刚刚出来点太阳啊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对着太阳，可能是一加电多吧，它现在对着太阳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有激发亮度的，还是比较亮一点的。然后三星这边其实看的也还清楚，但是 iPhone 这边就显得比较暗了。跟大家补充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现在一加这边确实挺亮的哦。打完10分钟微信视频通话了，现在三星还有14的电，一加还有55的电 ，iPhone 还有20的电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10分，已经使用了4小时16分钟的手机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打车去往河西啊，然后用高楼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高楼。等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高德。接着我们要打车去河西。接下来我们要打车去河西，我们用高德地图啊，然后重点关注他们在南葫芦隧道的表现。啊，妈的，好难受啊！接下来我们会打车去河西，途中会经过隧道，然后过程中呢，重点关注他们在隧道中的导航表现。OK， 学到了吗？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上车了，3台手机全都有车道级导航啊。现在这个车道只有左边的三星是准的呀，我们是比较靠右边的这个车道的呀。哎，一加也过来了。iPhone 是没有过来的，朋友们，你看我们是贴在这个边上的啊。我们又过了一个路口啊，这个 iPhone 就一直不准了，它这个车道，我们还是在这个边上的呀，大家看到了吗 ？iPhone 就一直不准，你要干什么？哦，你要让阳光均匀的洒在上面啊。啊，一加在接触到这种比较强的阳光的时候还是比较亮的。现在我们准备左转了啊，好的，正在左转，正在前面左转，好。没有很大的区别啊，我们正在右转，准备要进入到隧道了。他们在这个大路上其实大差不差，现在只有 iPhone 的这个车道是不对的。我们刚进入隧道，我们是在右边的这个道路上的啊，只有 iPhone 在左边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完了。现在我们到左边这个车道了。OK， 但是他们俩跑到右边。对，他们2个就一直在右边就没动了。但是这速度是不是有点差呀？为什么65个位数啊？这一加，你看它现在只有1.1公里，其他的都只有800米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刚刚进入到这个弧线行驶。哦 ，iPhone 还是 OK 的，它比较接近。三星稍微还是滞后了一点啊。这个一加完全不动了，朋友们，怎么回事啊你？好，你别说了。给什么呀？你在自我介绍呢是吧？我们就快到岔路口了。哦 ，iPhone 是提前了，三星也有点提前了。那他们俩都停在这个口子，好，我们现在正好从这里进去了，来吧。iPhone 已经进来一点点。哦，三星第一个，其次是 iPhone。一加就纹丝不动，朋友们，完全不动就有点太离谱了。哦，这开始动了，看它什么时候飞一下。一下都闪出去了。一加不就喜欢搞什么快闪活动吗？开出隧道了已经。OK， 一加飞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导航了27分钟，终于到目的地了。整个导航过程中，我觉得是一加15的表现最差，尤其是它在隧道那里的时候一动不动。我们快出隧道的时候，它才跳转出来。但其实我要说一下，这个车道是 iPhone 感觉会不太准一点啊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39分，我们现在用了4小时44分钟手机，现在一加还有52的电 ，OK， 三星只有9的电了 ，OK，iPhone 也不多，只有15了 ，OK， 现在我们用支付宝扫中场单车的2维码吧。哦，三星进去的感觉是最慢的啊。现在我们在奶茶店门口再扫一下啊，来走。
哦，iPhone 还是比较快一点的，而且这个三星，我想说一下，就是它亮度真的还挺高的7%的电力还这么坚挺，确实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书艺烧仙草了。这个信号呢，3台手机全都是5G，但是这个信号肯定不是那么好的。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。点，好，一加依旧没有导出。iPhone 加油啊 ！iPhone 完了。三星第2个 OK， 一加已经发完了。哦，三星发的挺快的 ，iPhone 还在发啊，然后卡在那了。这么着吧，就这样吧，它现在发完了呀。现在我们准备在他们的默认浏览器里面下载一个大概180几兆的一个微信桌面版的安装包啊。点，三星那边还挺快的。哦，它其实跟一加的速度差不太多。iPhone 抢啊 ，iPhone 快抢呀！刚刚抢不了一点，抢不过其他2台。三星已经下了100兆了，哦，三星开始飙了，三星飙到4兆了。OK， 好，三星这边快要下完了，朋友们。OK， 三星已经下完了。你这速度好像快一些了。感觉 iPhone 的速度好像也快一点了，但是它一直就不是特别的快。哎，这个地方信号虽然是5G，但是确实也不太好啊。其实我们以前在用4G 比较好的手机的时候，也大概是1兆多。它现在虽然显示5G，现在还是1兆多，风味5G，确实。OK， 一加也下完了 ，iPhone 现在下了多少？64兆、65兆，1/3。算了吧，不等了，不等了它这个太差了啊。常理来说，我们这里会打2把10位式的王者荣耀，但是我的 iPhone 只有10%的电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悬呢。那你怎么不说它三星只有几啦？5%啦？而且你看它现在亮度降的好低了，看到没？也是自动亮度的。对，它现在已经是自己降下去了。OK， 又给它调上来了。此时此刻，我的一加还有50，哎，刚刚49。OK， 看一语成谶吧，你们2个刚刚耗我1半的电。怎么就耗1半呢？我这不还有5%吗？哎，你这5%掉的很快，你是属于掉的比较快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那你开什么画质呢？你干脆就开满吧。我直接开满， 244吧我直接开满啊，满血。开大吧你反正今天一天的这个负载都比他们高，确实就亮度低。啊，就亮度低，确实的，确实。但是后面出太阳也还可以的。朋友们，因为现在我们在店里面啊，就是还有一些其他人在，所以呢，本来是说开1半的音量，但是一加确实是开了1半的音量，因为一加开了1半的音量，声音也不是很大。对。然后三星呢就只开了大概25%吧，然后 iPhone 那边也会稍微低一些啊，就音量还是保持一致的。而且跟大家说一下，三星现在这么少的电呢，亮度我们也统一了，就是不是特别高的一个亮度啊，都是统一了的。然后三星是开的120帧啊，还是有118、120左右的帧数。对，然后声音还是比较大的。对，然后一加呢开了144，这个就只有60了，还打得这么认真呢，搞得跟真的一样的。怎么说啊？家人们460它红了呀，它啊！红了呀，三星红了。哎呀，在干嘛？哎，完全动不了，朋友们。不会要结束了吧？你不会要 G 了吧？哦1%。5小时。它现在网非常的卡，朋友们，它一直是红的。哦我觉得可以录到关机画面，好吧？感觉它要 G 了，感觉它要 G 了。这啥呀？完全动不了，完全动不了。等死吧，好吧。啊，开始动了，开始动了。我没脱管是吧？哦，你没动啊？OK。三星存活了5小时1分钟啊，算上桌面使用时间就是5小时11分钟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是5G 单卡，但它亮度确实还行啊。完了 GG 了，你怎么了这个红色转移到我这儿来了。？OK。还有传承呢。我受不了了啊！但是我还有8%的电呢，我完全不慌。啊，那你还可以打一下。你看为什么要骂他？畜生又上线了。我方有一个队友把蓝 buff 打了1丝血，我以为是别人的就给抢了，结果一看，哎，是他，更开心了。畜生大王。爽就爽，为什么不是猪叫？我们这把游戏打了10分钟，60帧肯定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这网络有点问题，红黄了呢有20多秒左右吧。上一把游戏呢，我的一加也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我要把它的负载拉高一点，所以开启了一个极速触控和一个增强网络的选项，还有一个呢是在这里面开启了一个超级 HDR 画质啊。这把游戏打了11分钟了，你还有电啊？还有2%，怎么还不结束啊？这个人已经在这边玩了很久了，好爽是不是？感谢三星啊！感谢三星，赞美三星，下次我还用三星。下班早。我操！怎么说？哎呀，恢复了。怎么了？我刚刚以为它马上要结束了，刚刚44帧、33帧、19帧在那飙，现在回到60帧了。好。哎，52帧，我感觉你是要没了。啊，60帧。
现在我真要结束了，你看。拖不动了已经。OK， 就要结束了。看时间。OK， 没电了。OK。用时5小时25分钟啊，再给你算上10分钟，做饭时间就是5小时35分钟。好嘞。现在一加还有42的电，还有42呀，朋友们。爽用啊！那你用吧，你先把用完啊，我们先走了。混战的时候，144只掉到了110，然后短的就回到144了，真爽。我还在打你，还搁这打，我真服了。死了，真的给它用完，好吧？你不用完不能走，我们先走了。已经完了。还搁这打呢？已经完了。这么喜欢玩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总结啊。第一个关机的是三星 S26，它的亮屏时间是5小时11分钟左右。第二个关机的是我的 iPhone 17E，我今天差不多亮屏是5小时35分钟。最终胜利者在 iPhone 17 5小时35分钟之后，我的1加 15T 还有42的电嘞，可以，很屌，可以。来，瞬间的表现吧，好吧。OK， 说一下三星的表现啊。三星今天主要的优点呢，就是屏幕亮度和外放声音都比较大。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，它屏幕亮度为什么能够感觉那么厉害啊？它一直都很坚挺啊，到了5%、6%的电的时候，屏幕亮度依旧很高。对，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电池嘛，就5个小时多点就没电了啊。而且我们今天还是5G 联通单卡啊。对啊，平时都是双卡，那估计连5个小时都到不了，出门就要挂料的。其次呢，就是它的步行导航啊，非常的差啊，死活不重新规划路线，哎呀！但是它的定位一直是准的，定位一直是准的，有什么用的？我们后面又重启了一次导航啊，只能重启导航。车载导航的表现倒是不错，然后游戏表现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信号表现的话是在食堂里面没有信号。你的食堂，也一起大家的食堂，在食堂里面没信号，其他的地方表现都是还算比较稳定的。你今天下载其实也蛮快的嘞，就是在那个数据超人槽里面比我还略快一点，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，只能说你上限比较高，下限比较低。那下限也太低了，直接就是没下线了。跟你本人一样。我还是有下线的。我的 iPhone 17E 今天没有什么大雷啊，因为可能我们用的是联通单卡的问题啊，没大雷，那我不喜欢了。它的信号比我想象中的还好一点，在那个卫生间竟然跟1加 15T 差不多。因为是单卡呀，你双卡你讲得出这个话吗？但是呢，在数据插件槽里的下载速度是明显不如另外2位的。它今天整体表现就非常 iPhone 啊，无中无作，也没有什么差错，确实有点无聊。今天3台手机有一个共性，就是高德地图步行导航的时候，它们的陀螺仪可能就没有适配太好吧，没有跟着我们旋转它的方向指针变化。其他来说，这个5小时35分钟的 iPhone 17E。就是一个还可以勉强合格的水平吧，我觉得。但是你今天有一点确实要说一下，虽然你时间有这么久，但是你的王者荣耀其实开的就没有三星高，因为它屏幕只有60嘛，所以它只能开到60。然后你的金闪闪也只有60，虽然跟三星是一样的，但是远不如这个1加 15T。牛逼！终于到我来总结了，我这个治愈百巧的1加 15T 我非常喜欢啊。它今天的这个续航表现是非常的惊人啊，但它电池确实有这么大。它有2个点是不太好的，第一，全天的亮度非常之拉呀。要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在今天早上是阴天的时候，对，它的亮度就算拉到最高也只有那么高啊。而且它自动亮度不是拉满的，即使我们手动拉满之后，它还是没有变化，有一点虚位的感觉啊。我看不出来，反正。然后再一个呢，就是它今天的这个车载导航啊，哎呀，我只能说这个的 GPS 感觉跟没有一样啊，就罢工了啊，直接罢工了。到后面隧道里面完全没有动静，只能说喜欢在洞里面待一待，好吧。你看你把这2个人搞沉默了，怎么办呢？但是呢，它其实其他的表现还不错的，它的这个无论是步行轨迹还是实时位置，包括路线的规划，其实跟 iPhone 相比呢，大差不差吧。但是这么说，我觉得 iPhone 其实这个时候蛮有性价比的了。其他的表现呢，它的这个网络下载都是挺不错的，符合它这个该有的一个标准。确实，就今天这个手机没有什么很大的纰漏吧，就那个亮度有点怪怪的。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呢，它也没有拉到那么高的亮度，但后面太阳一出来了，感觉它那个激发亮度就出来了，直接升高了呀。对，就一下子变得非常亮了。就是这个亮度策略，我觉得是还可以再稍微改进一下的。很多时候看着都感觉有点太暗了。
剩下的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机器现在顶配版反正到了5000多，然后呢起始价格也不便宜了。我觉得如果跟一加15同样的价格的话，不如去买一加15好吧？你只要不是冲着小屏，我觉得都不要买这个。对对对，然后其实它的外围也比一加15阉割了很多，就比如说 USB 2.0，然后呢马达跟这个扬声器也是有略微的削弱。对，它今天这个扬声器的声音确实好小，就音质好不好不说，但真的很小了。在外面你先听得到再说吧。对对对，再一个的话，前置摄像头真的是阉割到了1080p 30帧。你这个留给我来说好不好？啊，好，给你留一点，给你留一点。反正这个机器呢，质感倒是不错，然后呢，摸起来很舒服啊。但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不是对小屏或者一加这个品牌有非常深的执念的话，你完全可以看看别的产品，真的嘞。除不开其他的今天这两家。哎，对对对，反正过不久有那个X9 Pro 了嘛，就X9S 不是很推荐吧，但是确实质感做得很好。OK 了，我的环节到此结束了。那么接下来拍照环节呢，交给大师来说吧。3台手机的影像部分能说的不多啊。首先，它们的镜头配置差距太大了。iPhone 一颗镜头没有很多好说的啊，表现也就是跟一般的 iPhone 的主摄没有很大的区别。但是它前置呢，我觉得是这3台手机里面比较好的了。然后呢，说一下这个一加啊。感觉它就是把那个一加 A16那一类的手机的超广角换成了一个什么一加15啊，还是什么 Reno 的那种长焦啊，它的表现可能就跟一加 Ace 那些做的一桌了吧。但是它长焦在这3台里面就是比较好的了。但是如果你跟其他的有一点影像的小屏机器来比的话，那它这个拍照也是不太行的了。三星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那个长焦有点太差了，我没有想到这一颗居然今年还可以再缩减一点的，虽然幅度不大吧，本来就只有1000万像素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还可以再砍一点点啊，我是想不到的。这个拍照也就是一个到了5倍或者6倍、7倍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看不了了。毕竟是一个3倍只有1000万像素的嘛。但是其实这3台手机整体拍出来的照片呢，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三星的1倍，就是除了长焦之外的，我觉得三星无论是颜色的还原呢，还是整体照片的那个感觉，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啊。但是一加呢，就是它这一颗长焦，那还是在这3台里面是比较不错的了。它长焦的颜色比它的主摄要好多了，那也比它的前置也要好太多了。iPhone 呢，就是前置比较好嘛，然后在微信视频通话的时候也是比较有优势的啊。其他的其实就没有很多好说的了。录像的话 ，iPhone 就是 iPhone， 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稳。一加呢还行吧，颜色不太好看，比较偏白，有点惨白的感觉。三星呢，人的肤色处理的还可以，整体的颜色的还原也看着比较舒服，质感也还可以啊。反正一加15T 这台机子呢，如果你用的是一加13T 啊，我个人是完全不建议换的，因为差价真的太多了。确实，性能也提升没有那么明显。作为这个存储涨价之后的这个受害者啊，真的是惨的伤害了。我现在都有点担心那个 X9S Pro 了。哎呀，本来一个小屏还带一个什么双了1哈苏啊，听着很那个，但是不知道价格最后会怎么样。估计6开头吧。6开那太……我盲猜的。好嘞。最后呢，还是感谢粉丝朋友们寄给我们这台一加15T 使用啊。OK， 就是那位神秘金主啊。永远有好果儿吃啊！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，更多精彩视频继续去关注离线玩家。我们 OK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